各位1954年出生的老友，咱们今天要聊一个顶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关于您72岁这道坎，也就是即将到来的2026丙午马年。很多人一听说本命年，心里就犯嘀咕，总觉得是不是要走霉运，是不是有灾祸。我经常告诉大家，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，正是我们理解国学智慧最大的坑。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讲究一个变字，讲究一个平衡。对于1954年的甲午马来说，2026年非但不是凶年，反而是您这一生极其罕见的炼金成器之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要明白，72岁在易经智慧里，那是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峰。这不单是生肖的轮回，更是人生境界的一次大圆满。大家千万不要被那种世俗的焦虑给裹挟了，不要一听本命年就害怕。您要懂得，这一年的能量波动确实大，但这个大是为了推您更上一层楼，是为了让您这块沙中金真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建设，要有这种极高的能量加持，才能接得住老天爷给您的这份厚礼。这就叫知命而不忧，这才是真正的国学智慧。接下来咱们得深挖一下1954年属马人的命理特质。您是甲午年出生，天干是甲木，地支是午火，纳音五行叫做沙中金。大家去想个画面，什么叫沙中金？就是那金子啊，它是藏在厚厚的沙土里面，它不像金戒指那样一眼就能瞧见，它需要不断的冲刷，需要时间的沉淀，需要慢慢的淘洗出来。这种命格的人，年轻的时候往往比较辛苦，总觉得自己满腹才华却没人看得见，或者总是差那么一点点运气。这就是因为金子还埋在沙里呢。但您别着急，金子藏在沙里其实是一层极好的保护。火克金是常事，可您这沙中金有厚土保护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所以您这个金是越炼越纯的。1954年的老友，您这一辈子就像那棵大树，甲木就是栋梁之才，正直有担当，为了家庭和事业操劳了一辈子。午火就是正午的太阳，代表着您内心的热情和向上的力量。到了72岁这个年纪，您这一生的磨难和积累都已经变成了最纯净的金子。这不是走下坡路，这是金光闪闪的晚年辉煌。您要看清自己的特质，您不是那种暴发户式的命，您是厚积薄发的命。那么到了2026年丙午年，情况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？2026年是丙午年，丙也是火，午也是火。很多人一看，哎呀，我本命是火，流年也是火，火势这么旺，我这个沙中金会不会被融化了？这就是我常说的，看问题不能太肤浅，我们要讲究强强联合。您本身是甲午，甲木生午火，现在遇到了丙午，丙火也是旺火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真金怕火炼。这个时候的火不是来毁灭您的，而是来淬炼您的。它要把您身上最后那点沙子、那点杂质彻底去掉。对于72岁的老人家来说，这种火旺代表着一种极强的生命能量。您会发现这一年您的精神头特别足，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情在这一年豁然开朗。这在易经里叫火地进，是一种向上的光明的气象。不要担心冲克，要担心的是您能不能承载住这份旺盛的能量。只要您的心是定的，只要您的德行是够的，这一年就是您家族名望、个人智慧达到巅峰的一年。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下72岁。现在的社会
很多人觉得70多岁就该养老了，就该什么都不管了。但在国学智慧里，72岁恰恰是人生使命转型的关键期。孔子说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？就是你已经不需要刻意去遵守规矩，因为您的一言一行自然而然就在道上。此时您的核心使命不再是去拼命赚钱，也不再是去指挥江山，而是要成为家族的定海神针。您要从打拼转向传承，从亲力亲为转向教化子孙。您要把这一辈子积累的那些避坑的经验、做人的道理，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下去，这就叫家风的传承。一个家族有没有底蕴，就看这位72岁的老人家能不能稳得住。您活得通透，儿孙就有福气；您活得豁达，家族的运势就差不了。关于生活全方位的指南，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几点。首先是养生之道，我们要看易经的颐卦，颐就是养，老人家养生，身心同修是第一位的。心平气和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。2026年火旺，火气容易伤心伤血，所以您要特别注意控制情绪，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急火攻心。遇到事情先想3秒钟，这叫水火既济。在财富和处事上，我的建议是稳健保守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有形的财富已经不重要了，您要运用的是您无形的财富，比如您的人脉、您的声望。不要再去投机取巧，不要去听那些高回报的理财，那都是骗局。要懂得放下执念，适当布施。布施不是给别人钱，是为自己积德。在家庭和孝道上，这是核心。我常说，做老人的要做到3不：不偏心、干涉、不唠叨。你要给子女空间，您越是不干涉，他们越是尊重您。这种双向的孝道，才是家族兴旺的根本。你要做的是那个慈祥的、睿智的旁观者，只有在关键时刻才点拨那么1、2句。我们再来看看2026年流年四季的运势起伏。春天是农历正月到3月，木火相生，这一段时间您的能量开始萌动，心情会比较舒畅，适合多出去走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但是要注意，正月是太岁出头的日子，动静不要太大，以稳为主。夏天是4月到6月，火势最旺，特别是5月，那是3马聚首。这个时候是您能量最强的时候，但也是最容易冲动、最容易身体出状况的时候。我建议这个夏天要避暑。这个避暑不只是避气温的热，更是避心里的火。要多静坐，多喝水，少管闲事。秋天是7月到9月，精气渐旺。对于杀中金的您来说，这是收获的季节。您会发现很多之前处理不好的家庭关系、财务问题，在这个季节都会有转机。这是您这一年最舒服的段时间。冬天是10月到腊月，水旺克火，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，因为子午相冲。11月的时候要特别低调，不要远行，不要做重大的财务变动，安安静静的过个好年，准备迎接下一年的大圆满。关于开运化煞，我们要理性对待。本命年穿红，这在我们中国是传统。为什么要穿红？不是因为红色有法力，而是红色代表火，代表喜庆，代表一种心理暗示。它时刻提醒您，这一年您要保持觉照，您要谨慎行事，这叫起提醒作用。千万不要把它搞成迷信，佩戴一些护身符，比如属马人
的本命佛大势至菩萨，也是为了让您看到菩萨的慈悲和智慧，从而约束自己的言行。在风水常识上，72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卧室的布局，卧室要整洁，要通风，不要堆放太多的杂物，杂物多，气场就乱。床头最好靠着石墙，代表有靠山。可以在家里南面的位置放一盆常青植物，用来化解过旺的火气。这些简单的调整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您的环境气场和您的生命气场达到一种平衡。最后，我要送给大家几点国学心法作为总结。第一是不着急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72岁才跑了一大半，后面还有大好的时光，急什么呢？慢一点，稳一点，反而走得远。第二是不害怕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您这一辈子修了这么多德，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上天自然会眷顾您，要有一种坦然面对一切的胸怀。第三是不后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无论是得还是失，都是您成长的资粮。我们要回归到大圆满的境界。2026年对于1954年的金马来说，是一个从炼金到成金的过程。只要您守住内心的这份宁静，守住这份德行，您就是全家族的福星。在这里，我也衷心的祈福，祝愿所有1954年出生的朋友，在2026年能够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愿您的家庭和睦，子孙满堂，让这份卓越的家风和国学的智慧在您的手中代代相传。这一年，您不仅会看到自己的光芒，更会看到整个家族因为您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灿烂。这就叫真金不怕火炼，这就是金马逢马年的大吉祥。我们要明白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内心的平和。当您心平气和地走过这一个本命年，您会发现，原来上天给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，这就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。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有定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再次祝愿大家吉祥如意，圆满康泰。咱们得接着往深里说，您得知道，这72岁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壶老茶，越往后泡，这滋味才越醇厚。很多老友退休了就觉得没用了，就觉得在家里是个累赘，这可是大错特错。您想一想，甲午年的甲木，那可是参天大树，树活得越久，根扎得越深，树荫就越大。到了2026年，您就是家里那棵遮风挡雨的大槐树。虽然您不直接去地里干活了，但只要您在那儿一站，孩子们心里就有底气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厚德载物。您这辈子经历过多少风浪啊？那会儿咱们年轻的时候，吃过苦，流过汗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。那些困难啊，其实就是沙子里淘金的过程。当初咱们觉得难受，觉得怎么老天爷老跟我过不去，现在回头看看，如果没有当年的磨练，您哪能有现在这份从容不迫智慧呢？所以面对2026年的丙午火，您得有个迎接老朋友的心态。火来了，是帮咱照亮前路的，是帮咱驱散阴霾。咱们属马的人天生就是奔跑的命，闲不下来。但到了72岁，跑的方式得变一变。以前是快马加鞭，现在是信马由缰。什么叫信马由缰？就是您得顺着天理走，顺着自然走，别再跟自己较劲，别再跟儿孙较劲。您看那易经里的坤卦讲的就是包容。老人家最大的福报就是能装得下事。儿媳妇说句不好听的，您装下儿子创业失败了，您装下孙子不听话了，
您还装下，您这一装下，家里的火气就熄了，家里的财气就聚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沙中金，厚实稳当值钱。咱们再说说这丙午年的火性，火代表什么？代表礼。中国传统文化里讲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火对应的就是礼。所以2026年，您老人家在家里要带头讲礼。这个礼不是说让大家给您磕头，而是那种长幼有序、相互尊重的氛围。您带头尊重年轻人，年轻人自然就更孝顺您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气场。而且火也代表文化，代表学习。谁说70多岁不能学习了？您去学学书法，去听听国学，去练练养生功，这都是在顺应流年的能量。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这本命年的坎儿自然就变成了桥。咱们还得聊聊这钱财的事情。不少老友手里攒了点钱，总想着再翻一翻，或者听信什么偏方投资，这在本命年可是大忌。您这沙中金啊，最怕的就是贪念一起，那金子就又掉进沙堆里找不着了。2026年火气燥，人容易冲动，您只要守住现有的，那就是赚了。别看别人赚大钱眼红，您这个年纪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财富。把身体搞好，省下的医药费就是最稳的理财，对吧？再有就是关于这人脉关系，到了72岁，社交圈子可能变小了，但这留下的可都是精华。2026年，如果您能多跟那些心态积极、能量高的老朋友聚聚，对您的运势大有好处。大家伙一块儿聊聊当年的趣事，互相给点正能量，这比吃什么保健品都管用。咱们得明白，人是环境的产物。您身边要是全是抱怨的人，您的金子也就被埋没了。您要是能带头活得通透，活得精彩，那您周围的人都会被您感化。这就叫一个人兴旺一个家。咱们还得说说这饮食起伏。马在五行里代表心血管，到了丙午年，双重火气叠加，血管的压力会增大。所以这一年您一定要吃得清淡再清淡，别再觉得大鱼大肉是享福了，那是在给身体加负担。多吃点苦瓜、冬瓜这些清火的东西，早睡早起，让身体的生物钟跟大自然的节奏合拍，这就叫天人合一。您只要顺应了老天爷的规律，老天爷自然就会保佑您。还有这一年要是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，您就念叨那3句话：不着急，不害怕，不后悔。孩子不回家看您着急，他们有他们的难处，身体有点小毛病，不害怕，积极配合医生就好。以前做错的选择，不后悔，那都是人生的必修课。您看，这心态一转，命就转了。咱们甲午马的人，骨子里透着一股韧劲。这72年走过来，什么样的山坡没爬过，什么样的沟坎没跨过。2026年只不过是又一个风景优美的高地。您站在那儿，看看日出，听听风声，把这辈子的智慧化作一种慈悲。您看，咱们中国的老人家最美的时候不是年轻那会儿，而是老了以后那种和蔼可亲、争抢的样子。这种美才是真金的本色。所以说2026年不是什么挑战，那是老天爷给您的授勋仪式，您就把心放进肚子，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只要您心里没负担，这世界就没啥能难倒您的。咱们还得注意一下家里的风水布局。我常说，最好的风水是人，但环境的暗示作用也不可小觑。2026年，您可以在客厅的东边多放点绿植。东边属木，木能生火，能缓解那种突如其来的燥气，
而且绿色代表生命力，看着心情也好。卧室里千万别放那种带尖带刺的东西，哪怕是假花也不行。那种尖锐的能量容易让老人做噩梦，容易让脾气变大。您换上一些圆润的瓷器，或者挂一幅富贵平安的字画，这气场一下子就温润了。咱们这沙中金啊，就喜欢这种温润的环境。还有关于这穿红，我刚才说了，穿红是个提醒，但别穿得太过。您可以选件带红色花纹的唐装，或者换一套红色的床上用品，这种点缀式的红色，既能讨个好兆头，又不会让火气过旺，这就是中庸之道。咱们做事情啊，最怕走极端。本命年不是让您如临大敌，而是让您更加珍惜。您想啊，人一辈子能过几个本命年？每个本命年都是一次生命的重启。12岁那年，您还是个孩子，懵懵懂懂；24岁那年，您正当年意气风发；36岁、48岁、60岁，每一个节点都有每一个节点的精彩。现在72岁了，这可是人生的顶级智慧年。您得拿出那种老大哥、老大姐的风范来，遇事别慌，处事别躁。您稳住了，全家人就都稳住了，这就是定海神针的作用。咱们甲午马天生就有一种领袖气质，哪怕退休了，在邻里乡亲中间，您说话也是有分量的。2026年，您可以多参与点社区活动，多给年轻人提建议，但记住，是建议，不是命令。您那份睿智，如果能用一种温柔的方式表达出来，那威力可大了去了。这就叫阴阳调和。咱们还得讲讲这四季的细节。春天木旺，您得多活动筋骨，这会儿是补阳气的最好时候。别老在家里憋着，去公园走走，看看柳树发芽。夏天火旺，您得守住心神，别管儿孙的那些破事，他们吵架由他们去，您就当没看见。秋天金旺，这是您的主场。如果您有什么心愿想达成，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人想见，选在秋天最好。那会儿您的气场最合天时，冬天水旺，要注意保暖，守住阳气，这叫冬藏。您把这一年的节奏踩准了，那真的是步步生莲。咱们还得聊聊这传承的问题。72岁了，该考虑把家里的那些老念想、老规矩传下去了。不是说非要给多少钱，而是那种为人处事的品格。您给孙子讲讲您当年的故事，讲讲咱们家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。这些精神财富比存折上的数字值钱多了。这也是沙中金真正的价值所在。金子是不朽的，智慧也是不朽。您把智慧传下去了，您的生命就在子孙身上延续了，这就是长寿的真谛。咱们还得谈谈这情绪管理。火旺之年，最怕的就是无名火。有时候一句话没听对，火气噌就上来了。这时候您得有个灭火器。什么灭火器？就是深呼吸。您在心里数1、2、3，想想曾教授说过的那些话。这火啊，其实是虚火，您不理它，它自己就灭了。您要是跟它对顶，那可就伤了元气了。咱们老人家元气最珍贵，千万别浪费在那些琐事上。你要把元气攒着，去感受生活的美好，去享受天伦之乐，这就叫惜福。您看这日子过得快不快？一晃眼咱们都72了。这72年里，咱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咱们也是这些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咱们这一代人最有韧性，最能吃苦，也最懂得珍惜。2026年不仅是您个人的大年，也是咱们国家发展的新契机。您活在这个盛世，这就是
最大的福气。所以别再忧心忡忡了，把眉头舒展开，把笑容挂在脸上。您笑一笑，好运自然就来了。这就叫相由心生。您的心要是宽了，路就宽了；您的心要是亮了，世界就亮了。咱们沙中金的朋友天生就有一种高贵的品质，这种高贵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骨子里带出来的。到了72岁，这种高贵就变成了一种慈悲，您看谁都顺眼，干啥都顺心。这种境界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。您到了这个境界，那就是真修道。2026年就是检验您修行成果的时候，只要您守住那份宁静，守住那份德行，什么太岁，什么冲克，全都是您的垫脚石。您会发现，越是别人觉得难过的年，您过得越顺。这就是命由我造，咱们得有这个气魄，得有这个自信。甲午马那是跑在前面的马，是领头的马，您就领着全家人昂首阔步地走进2026。咱们不仅要走得稳，还要走得漂亮。这就是咱们中国老人的精气神。咱们还要说说关于这心态的二次升华。很多人老了之后会有一种失落感，觉得舞台不再属于自己。其实不然，72岁的您，舞台变得更宏大了。这个舞台不在外面，而在您的内心。您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您能调理好家庭的气场，就是对后代最大的贡献。这种成就感不亚于年轻时候谈成一笔大生意。您要把这种责任感建立起来，但这个责任不是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一种优雅的担当。您看那易经里的横卦，讲的就是持之以恒。咱们做人贵在坚持那份初心。您年轻时候那种正直，那种热忱，到老了也不能丢，只是表达方式要变得更圆融。这就叫老练。老练不是圆滑，而是更有分寸感。在2026年这个丙午火年，您的这份分寸感就是您的护身符。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您心里要有杆秤，这就是智慧。咱们还得重点说说这个孝道。咱们中国人最讲究孝，但孝不是单方面的要求。作为长辈，您得活得像个样，让孩子们打心底理想孝顺您。您要是整天愁眉苦脸，唠唠叨叨，孩子们想亲近您也难。所以您得做一个可爱的老人。什么叫可爱？就是豁达幽默，钻牛角尖。您活得像个老顽童，孩子们自然就围着您转。这种天伦之乐才是真正的福如东海。而且您还得学会放手。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命，他们受点挫折，那是他们在逃他们的杀。您别总想着替他们遮风挡雨，您只要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，给他们一份精神的鼓励，这就足够了。这就是大爱。咱们甲午马的人往往爱得太深，操心太多。2026年您得学会减负，把那些不属于您的担子卸下来，让您的心轻装上阵，这样您才能跑得更远，活得更久。咱们还得谈谈这社交的艺术。到了72岁，朋友聚在一起，别老是聊生病，别老是比儿女，聊聊历史，聊聊文化，聊聊这辈子的感悟。这种精神上的交流能让大脑保持活跃。咱们沙中金得经常拿出来晒晒太阳。这太阳就是知识，就是交流。您多接触点新鲜事物，多学点新词儿，跟孙辈们也就没代沟了。孙子一看，哎呀，我爷爷奶奶真时髦，这种尊重和崇拜，那是花钱买不来的。这就是家族的魅力。咱们还得说说这开运的细节。
除了穿红戴佛，您还可以尝试在家里放一个盛满水的瓷碗，水能克火，能中和流年的燥气，但这水的是净水，得经常换，这在风水上叫饮水归堂，代表着财运稳固，心境平和。再有就是要在家里多放点书，书卷气能压住火气，您每天翻翻书，哪怕只是看看画，那心境也会跟着沉静下来，这就叫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老了以后，这种气质最迷人。咱们还得说说这2026年的特别机遇，虽然是本命年，但这一年也是贵人运挺旺的一年。什么叫贵人？就是能点拨您、帮助您的人。这些贵人可能就在您的老同学里，也可能就在您的邻居中间。您要敞开心扉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您豁然开朗，这就是流年的加持。您看，这世界其实一直在帮您，只要您心态是对的，万事万物都在为您助力。咱们甲午马的朋友定要有这种觉悟，咱们这辈子不容易，但越是不容易，这成果就越甜。72岁是一个分水岭，过了这一关，后面就是真正的悠闲时光。所以2026年您得把它当成一个节日来过，仪式感要足。过生日的时候大操大办一下没关系，让全家人都聚聚，感受那种家族的力量。这不仅是为您祝寿，更是为了凝聚家魂。家魂稳了，您的命就更硬了。这就是国学里讲的众志成城。咱们老人家就是那个城的城主，您得有那份自信和威严，但这份威严是建立在仁爱之上。您爱家人，家人自然敬您，这就是良性循环。咱们还得说说关于这身体的小细节。马儿最怕腿脚出毛病，到了72岁，走路要稳，别再像年轻时候那样风风火火了。2026年火旺，地气也燥，您走路的时候多留意脚下，这叫脚踏实地，每一步都走稳了，心就安了。平时多泡泡脚，按摩穴位，让经络通畅，火气就能顺着脚底排出去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。您只要把这些小事做好了，大病自然就绕着走。咱们中国人讲究以小见大，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关乎着您的运势。您把日子过细了，福气也就深了。咱们还得提提这布施的事。布施不一定非得是捐钱，您给邻居指个路，给晚辈传个意，这都是布施。布施的本质是流动，您的能量流动起来了，就不会腐朽。这沙中金的流动起来才叫金沙，止步不前就真成沙子了。所以2026年多动动脑，多动动手，做点力所能及的善事。您会发现帮了别人，最开心的其实是自己，这种愉悦感是任何灵丹妙药都比不了的。这就是所谓的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咱们甲午马的人天生侠肝义胆，到了老了，这份侠气要化作慈祥。您看谁有困难，能帮就帮一把，但不求回报。这种无私的心境是最高级的开运。最后我想跟各位老友交交心，咱们这辈子酸甜苦辣都尝遍了，到了72岁，该看透的该看透了。2026年别把它当成一个门槛，把它当成一扇窗，推开这扇窗，您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那个世界里没有竞争，没有焦虑，只有平和与喜悦。您就带着这份平和，带着这份喜悦，稳稳当当的走下去。老天爷给咱们的时间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，别浪费在无谓的担忧上。您就记住一点，您是甲午马，
您是沙中金，您是经过岁月洗礼的真金，无论外面的火有多大，只会让您更亮。您要有这份底气，要有这份定力。这就是曾教授今天要送给您的最大的心法，咱们中国人的智慧。最终落脚点就是这2个字：太平。心里太平了，世界就太平了；家里太平了，万事就兴旺了。祝愿各位1954年的老哥老姐，在2026年里身体棒棒的，心情美美的，儿孙绕膝，福寿双全。咱们不仅要平安度过本命年，还要活出一个老马识途的智慧样而来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咱们1954年的金马到底有多硬气，到底有多精彩。这就叫金马逢马年，越老越值钱。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只要咱们心在一起，智慧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好，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再次祝愿大家吉祥如意，身体康泰，全家幸福。愿这国学的智慧像那一盏明灯，照亮您前行的路。咱们下次再见。